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欢迎进入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计划直播30分钟到12点，请确认一下图像和声音都没有问题。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把你们的关心的股票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那么在等待大家已经有朋友进来了啊，秦朋友你好，想分析一下 Palantir 和 AMD， 还有 Lily 朋友你好，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已经有提问，但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盘吧。今天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的会议上的讲话，造成了今天这个波动非常大。那么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送钱行情，希望大家今天都赚到了钱。今天想亏钱也不容易，如果说你看的比较清楚的话，我简单说一下这个盘面。这个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因为我们在昨天直播的时候，周线上是出现了顶分型，我们看一下今天还没有突破这个前面的高点6481，周线顶分型还没有被打掉，对吧？如果说被打掉，就变成中继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6481，看能不能够被打掉。那么在日线上的话，这个结构从这个4835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一个离开，然后最近是有过几天这个回落，但是这个回落的话不够比，对吧？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这个回落有两种，如果说回落够比的话，那么就满足了本周期的一笔回落，那就是针对这个中枢是300。如果说回落不够比，它在1小时上还有一个中枢呢，所以说构成了1小时这个300再次突破前高是理所当然的，对吧？因为出现300之后有两种方式，就是带中枢之后出现300，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再次突破前高，然后再次出现新的中枢，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出现了300，但是呢，它不突破前高，甚至是往回砸，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中枢给扩张了。所以说出现300之后就两种方式，要么是中枢出现扩张，要么是中枢出现上移，所以这是出现300之后的两种情况。那目前就看它等待它针对这个小中枢1小时让这个中枢出现300之后，看它小周期上有没有背驰。如果说小周期上有背驰的话，那么这个上涨就结束了，看它是不是要回来再继续做中枢。也就是说，我一直强调这段现在在1小时上不饱满呐，只有一个小中枢，它还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小中枢之后，可能再打一个高点，才有可能结束从5943的这波上涨。所以这个都没结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位置你去做空或者说看空，都在图形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对吧？所以说今天这个行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利用这个震荡，把差价打出来了，也赚到了一些钱。那么这是针对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首先看一下，秦朋友问的 Palantir。那 Palantir 其实最近是受到过一些攻击的，也尤其是对它的这个估值啊，说是它已经可能是已经透支了它的后期的一些涨幅，因为它确实涨幅太大。它是2024年的大牛股，那么进入2025年之后又是一波大涨。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那么周线上有一个中枢，我们一直提周线上有一个非常牛的回落，这个回落的点位在20.33，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在20.24，刚好没回来，所以说形成了一个周线最强的一个300。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周线300进场的话，那么这后面这一波大涨你基本上都能吃到，对吧？所以说周线上回落有一个300，那么从起涨点16.14之后的结构是一个1、2、3、4、5
这后面这个从66.12一直到最高点，全都是周线的第5笔或者第5浪。那么我们其实关注的就是这第5笔和第5浪什么时候结束，对吧？要么就是继续盘旋上升延续，你不知道它到什么时候结束，你没有办法预测到。所以说这就是在股票交易需要注意的，你不要去预测哪个是顶啊，哪个是底。你这是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预测到。首先，那你只能做，你要做的就是跟踪，用你的仓位去跟它，对吧？那么你看多的话，那你就找机会进场做多。如果因为你看的是延续嘛，对吧？如果说你看空的话，也可以找机会做空。毕竟各个周期都有机会的。如果说你觉得大周期没有做空的机会，小周期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1分钟，如果说你一直盯着它的话，也是有机会的。比如说这种。你在1分钟中抓到的话，也是做空啊，所以说无所谓。如果说你纯交易的话，是无所谓做多做空的。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又要看多和空呢？因为哪个更容易？在一个上涨趋势中，你肯定每次回调买回调做多更容易啊。不是说做空不能赚钱，而是相对难度更大。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股票是一个盘旋下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每次有回调做多，因为它反弹可能会很弱，那么你做空反而更容易，稍微弹一下，哎，你去做空，它就很快就卸下来了，对吧？所以一定是大势，我们是顺大逆小。什么叫顺大逆小？就是顺大势逆小势，大势是做多的，大势是向上涨的，那么逆小势是什么呢？就是小势是回调的，我们就去逆着它做，它回调的我就等待它回调结束之后做多。所以说这个口诀可以记住，顺大逆小。如果说大势是下跌的，那你就比如说这种大势下跌的，那你在它的小周期，你就可以它上涨的时候你去做空它，那么往往它就会下来，对吧？所以先找到大势是什么。那么这个回到这个帕兰特的这个周线的第5笔，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顶分型，但是因为它这个周期非常大，你期待着它能够连续跌5周。那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技术面也好，消息面的一个配合，或者说大的宏观面的一个配合才可能。一般都是出现了这个顶分型之后，因为周期比较大嘛，它在小周期上可能会给你一个2卖之后再下来，一般都是这样，对吧？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次级别，也就是说从66.12到190，所有的这些都是周线上的那个一笔。那么在日线上，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结构很简单。1、2、3、4笔，对吧？那么这个第4笔，我们看它的回落，从这个第3笔上涨，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刚好是踩到了0.618，看到没有？踩到0.618，出现了一个强势的这个下影线，出现了一个单 K 反转的这个 K 线。你如果说一直跟着它的话，前面这个下跌都太迅速了，太连贯了，你发现没有？前面下跌基本上每天都出低点，每天都出低点。直到这是周三这天出现一个低开，出现一个大幅低开之后快速回拉啊，你前面已经跟踪它是没有办法进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大幅跳空低开，然后一个快速回拉，这个位置然后又是一个0.618的位置，你可不可以尝试去做呢？对吧？如果说你是一直跟踪它的话，又是底仓也有，然后又要做一些短线差价。你完全可以挂在146啊，或者说你一直盯着这个位置，发现它开始往回拉升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场了。你可能不一定能够买在142.34，但是没必要啊。你买在146.1，拿到现在161也有差价呀，对吧？所以不是说你非要买在最低点，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现在的这个是一个1、2、3、4，现在是在期望走它的第5笔。对吧？或者说，因为虽然说现在也出现了底分型了，但是也可以是中继的呀。那你怎么能够判断出来是中继的，还是说是一个能够延续出一笔呢？那就需要降低到更小周期了。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可以说的稍微细一点。那么看一下这3根 K 线，想要出现反转，那么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先找中枢。我们看一下这3根 K 线的次级别，1小时上。基本上是一个1、2、3的一个状态，对吧？没有这个明显的中枢，再继续的往下降。30分钟一样，
15分钟稍微 K 线多了一点，但是也不够明显。看一下5分钟，5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中枢拉出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下。如果说拖到这里的话，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跟 K 线没有在这里。现在我们画一下它这5分钟，它这是进入段，然后一次下落，2次下落，然后后面全是震荡，全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发现没有？所以说你想要出现所有的这些，在日线上只是3根 K 线，对吧？你想要说这个底分型，那么它也是日线那个底分型。日线这个底分型，如果说想要变成中继的话，那你要先砸穿这个中枢啊！你不砸穿这个中枢，你不可能出现逆转呢，对吧？但是呢，现在连回来还有可能形成这个小中枢的300都没有出现呢，或者说砸穿或砸到这个中枢了，那么形成一个中枢震荡也可以，毕竟围绕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300和3脉呢，对不对？或者说，哎，踩的比较深到120均线还是没回来，所以说你只要找到了中枢之后，你就好操作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回踩这一笔能不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或者说到了某一个位置得到支撑。也就是说，它5分钟上这个结构还没结束呢。你想要结束，起码先砸穿这个中枢吧，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去，对不对？才有可能走反向。那么你的其实要硬的是哪段呢？首先，这个砸下来这段是没有办法硬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哪儿。那么可能这个反弹这个就好分辨出来了，因为它这个反弹是弱还是强，那就是一眼的事儿。回不来，那就是300。当然了，它如果说再强点上去的话，那你就看它是不是能够到一些关键的位置之后再下来也可以。就是关键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这笔反弹是一个强反弹还是一个弱反弹，然后才去硬。那么这样的话会给一个可能是一个2脉，甚至一个2、3脉重合。所以说所有的这些还没有到就是你想要它去减仓，或者说想要去做空的一个这个图形上出现。所有的这些回落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回不来，哎，都是要做多的。想要做空的话，你先要砸穿这个中枢。所以说，有了中枢之后，那你就好分辨这个强弱了。那么我们以这个为例子说的比较细一点，相应的你对应到你的股票上、你的图形上，方法是一样的，对吧？那这样的话，你操作起来就不会那么乱了。哎呀，这个天天是5、6个点的那个震荡，就吓得够呛。这个拿也不敢拿，然后这个买也不敢买，那你就完了。所以说你做的时候一定是有依据要进出的，而且这个依据是能够延续的。好的，我们往下看这个丽丽朋友问这个 Coinbase 的话，我不知道是当时是你在这个位置问的，还是说有其他人，就是前2天可能是周2，要不就上周有直播的时候有人在这个位置问。我们看一下这天是哪天。周4，上周4的时候，有人在这个位置问说那个 Coinbase 想进，我当时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是能够跌破293.31之后再进。为什么我当时说跌破它之后呢？当时的依据是在周线上，我们当时的周线是在这里，也就上周在这里嘛。我当时说它前面这个下跌啊，尤其是这根 K 线太深了，它没有，首先它这个第一太深，第二呢，它离这个中枢太近。所以说，你最好是等它回调稍微完整一点，或者消化的更全面一点之后再进。那么不出所以然，那么跌破了，本周是跌破了这个8月4号这周的这个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5笔回落。现在是上面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也是够1笔，所以说周线上满足了1笔回落。那么这笔回落能不能够形成下面这个中枢的300，还有待观察。因为这一笔回落，你现在还不能说它结束呢。现在起码周线上还没有出现底分型，但是有一个好的迹象就是日线上出现背驰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日线，这就是我们当时分析它的时候，好，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基本上在这里。对吧？那么现在跌破了293.31之后，日线上出现了盘整背驰，3段背驰。所以说你要想进的话，那么在
8月20号周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尝试进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当时也没有出现底分型，但是它这段的内部又跌破了前面这个出现盘整背驰，然后又出现一个单 K， 就是所谓的单 K 反转，就是这么一个 K 线，对吧？下影线非常长，然后上影线非常小，然后类似一个墓碑的一个这个形态。传统理论管这种 K 线叫墓碑 K 线，那么就是在它比较容易出现在顶部或者说底部。你看它的前面这个裸 K， 看这个 K 线，对吧？也是在顶部出现了一个墓碑，就是上影线非常长，上下影线有的时候如果说在顶部的话，就是上影线比较长；如果说在底部的话，就是下影线比较长。所以说，一般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 K 线形态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是不是要变盘了，对不对？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你再买在这天是没有问题的，买在8月20号这天没有问题。那么等到昨天又出现了一个包环关系，那么今天在小周期上肯定是有一个平台。我们看一下5分钟上，5分钟上是不是有个平台？是不是有个平台？它一直在那里震，然后一直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然后今天一个这个讲话突然上去了，你这么强烈的一个拉升，你可以买在这个位置都可以，304，你买在404都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拉升非常强，力度非常强，你一看是讲话刺激的，肯定是有降息的希望了。那么整个市场都在拉升，你可能这个刚开始突破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但是突破了前面这个中枢上沿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缠论里面是不做突破交易的，但是呢，你是分情况的。什么时候要做突破交易呢？就是你要观察它的次级别，这段的次级别肯定是一个快速拉升。我们再把这个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1分钟，看到没有？1分钟上是什么情况？这是一个二买还给了一个，然后一个快速一根 K 线直接突上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论是消息刺激啊，还是什么事件驱动的一个行情。那么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你是也不是说不需要手快吧，你只要发现了它，你买在304、306、308都可以。因为它明显是一个反转的一个趋势，那么再结合这个5分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又突破中枢上沿往上走，所以说你是不会落下你的。你只要是一直盯着这个票，在你的这个你如果说持有它也好，或者说在你的关注列表上，或者你想做它，都不会落下你。那么这种行情它是跑不掉的，对吧？所以说大周期上日线有这个盘整背驰，小周期上又突破平台，你为什么不进呢？你不进，或者你没有去做它，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那就要找一下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Coinbase， 然后再看这个刘轩朋友问 UPS。这个 UPS 的话，其实好像这个无论是 UPS 还是其他的几个 FedEx， 他们这个快递行业好像最近的这个都不太警惕。那么第一位我还没有仓位，该不该进？请问老师，它这个你看它这个下跌啊，一直是一个通道式的，或者说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看到没有？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一直是一个那个，而且它跌破了这个通道之后开始加速。前面是有一个通道，对吧？有这么一个通道，这个底个低点连线，有这么一个通道出来，然后跌破了通道之后，现在开始有点加速。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相当于一个阴跌。如果说你在小周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盘旋下跌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做多的话，就是逆势，就是我们说的逆势，就是大周期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大周期是在一个下降状态下，你去做多的话，这就比较难。所以这种有反弹，你做空它反而是简单的。那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我们有这个已经有3根 K 线了，月线上是有3根，1、2、3明显大嘛，空间明显大，所以没有背驰啊。它即使有一个反弹的话，也得有5，所以说最好肯定是等待大周期上月线上给一个5浪的时候你再进，可能是就是说它没有跌。没有调整充分，不够充分，市场上对它不看好。为什么能够这么个跌法？就是因为它对这个整个行业就是相对的比较悲观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第3笔或第3浪，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有没有结构，能不能够出现一个4，
如果说你想做这个4的话，有这个能力也没有问题呀，对吧？4完事还可以有5，甚至4更强一点，还能回到这个通道这儿来，那么这个空间是有的。我们可以简单测一下，如果说能够回到这个通道上沿的话，58%的空间。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或者说能够顶到这个120月均线也可以啊，有50%的空间。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那么在周线上，这也是一个盘旋下降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你看它都是一个盘旋下来的。我们把这个周线上的中枢给它大概画一下，就是我高量这段，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再次下来，然后给了一个3脉，这里给了一个3脉，前面这个作为一个强3脉也可以。那么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定义的一个3脉，然后3脉之后又出了一个5浪，看到没有？就是这样，1、2、3、4、5，现在是在周线上出了一个小5浪。那么周线上出现小5浪之后，看它现在这个回弹，它虽然说它很弱嘛，稍微弹一点，你看我说你去逆势的话，你做多的话就它吃力不讨好。那么有反弹，你去做空的话，反而很容易就下来，对吧？很容易很快就下来。你发现它的下跌的时候非常快，那么缓慢爬升的时候非常难。所以说这种状态，你就是有反弹去做多，做空的话是一个顺势状态。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跌的差不多了，也是回购一笔了，看它这里能不能构成中枢了。那这里的话，看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反向中枢，形成反向中枢之后，如果说这个力度不够强的话，那还要再下来一次。也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 A 中枢了，那可以这里再做一个 B 中枢之后，对吧？你可以如果不能到打低点的话，可以做一个2买，也就是说，先等这笔完事儿，这笔结束之后，可以做一个这再次回来的一个2买，甚至再次跌破这个也没有关系。跌破它的话，这样的话就也是有2中枢了，就更容易形成1买，就看你是做1买还是做2买。但是整体来讲，这个票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反转行情的话，那你就还是有反弹减仓或者有反弹做空的。好的，这是这个UPS。另一朋友问，已经持有 Coinbase， 目标大约在哪儿？我说过很多次了，设立目标是没有意义的，设立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知道它能涨在哪儿。你可以把目标设在444.65，但是它不到那里，或者说设立目标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去看它能不能够到所谓的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因为到了这些位置可能更容易形成那个压力嘛。所以说，但是呢，总体一句话，设立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偷懒的一个方法。能不能到那儿，没有人知道，你只能去跟踪它。所以说，你要是想要非要一个目标的话，那就用这种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就好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有朋友问，还有6、7分钟时间，我们再看一个 BBAI 这个票，我们之前好像也是看过哦，这里我们有过画图的这个痕迹。BBAI 这个票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股票。那么这个股票的话，就是主要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么一家技术公司，但是可能盘子不大。那么它也有这个但是它的市场份额是比较小的。比如在这个特定的垂直领域，比如在国防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它的主要竞对手就是 Palantir。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想在这个行业，他们这个比较小的行业，这个选龙头的话，那肯定是 Palantir， 对吧？你看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平台，在这横了多少？就是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平台，现在是有可能脱离这个平台。那就是说，如果说这笔回落也够比了，不能回来的话，形成3买，那可能上去。因为我刚才说了，形成3买之后，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中枢上移。也就是说，这个上面可以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就是中枢上移。还有一种就是，这里不形成那个出现上移，在这个位置形成中枢，那么就是形成了一个扩张嘛，对吧？出现3买之后就这么2种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回落已经够比了，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一段给它描述出来。那么
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三买能否形成，关注重点就是8.72跌到4.75，能不能够结束，对吧？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看一下内部日线，这是有过一个二卖之后下来的，1、2，哎，3、4，哎，这是下来了，对吧？那么又因为什么呢？又因为这个这一笔的下跌之后是2笔就给它砸下来了，因为一个财报的原因。因为这个8月11号财报还是在亏钱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又把这个一笔上去给破坏了，然后上去之后，这个反弹现在是不够一笔的，所以就看怎么来这个它这个结构现在是这样，我们把它日线上最后这段给它画一下，它可以是反弹到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它再下来一次的话，那就需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就需要跌破这个4.75。跌破它之后，那这样的回落这一笔就构成了。回落一笔构成之后，看它能不能踩一下这个120天或者200天都要交叉在这个位置，就4.5附近。到4.5附近的话，看能不能够止跌。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扩展器测一下它的潜在的等比例。哎，等比例在4.76，4.76刚好是在120天这个线附近，所以说这个价格就5块钱附近吧，就是比较关键了。如果说能够再次到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尝试做多它，因为这个结构相对已经饱满了呀，它完全可以结束左反向的，对吧？这是这个4.76这个意义。如果说这个跌破了4.76又止不住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它可能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才可能结束整个的下跌。就是这个4.76或者简单你就看这两根均线，120天和200天都在这个位置附近，只要不能够有效跌破它们的话，都能够继续看多就也没有问题，对吧？你看这个前面这里。这两根均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均线。这里虽然说跌破过一段时间200天，但是又拉回去了。所以说到了这里也是一样，到了这里你就可以去做多。那么现在可以再等它，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要往上走的迹象。所以说像今天普涨的一个状态，它是只涨了1.8%，所以说并没有明显要往上走，那可能还要再往下沉一沉。沉一沉的话，那就可能到这个价格附近。到这个价附近的话，你可以再选择你的一个策略。那整体来讲，这种小盘子的股啊，你如果说对它的领域不够了解，或者说你买的不是龙头的话，是比较纠结的。它的行情没有什么行情，对吧？这个跟踪它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每一个行业，我们建议是做龙头，就只做龙头。那么，因为龙头市场的关注度更高，不是说就是不能做一些冷门的股票，而是说你做一些热门的股票更容易被机构、容易被大鳄、容易被这些人关注到。那么他们有意愿拉升的话，我们是坐轿子呀，对吧？有人拉升，我们才能那个坐轿子；没有人拉升，那你天天那个在下面趴着，你是不亏钱，是不暴跌。也没有意义啊！我们来市场是来赚钱来的，而不是为了进一个股票里面。当然，那你如果说资金量非常大，只是为了吃分红也没有问题。你像巴菲特那样，对吧？他的资金量非常大，趴在一个股票上，我只吃分红，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大部分小散户来讲，还是说想要利用这个价格的上涨带来一些这个收益，对吧？不单单是为了吃分红，有分红当然更好了，但是没有分红的时候，肯定是想要这个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更大。所以说，想好你的策略，然后最好是用3个维度选股票，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一定要，很多人我一直强调，缠论不是单单一个讲技术分析的一套理论，很多人误解了，它是3个维度。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这么一个好的系统给用偏了。还有，我看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提问，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我看有几个朋友提问都是这个会员提问，那么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提问，比如说有秦朋友问的 AMD 啊，还有这个 Shirley 朋友问的这个 CLSK，这些我都可以放到这个周末的会员专享里面。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会员专享里面看你们这个想要问到的这些股票，也不会耽误大家的就是说也不会 miss 掉。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了，美东时间12点。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